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。有一个华裔粉丝私信我，询问卤肉饭的做法。他想在海外开一家小店，刚好我有个师弟在海外做这个生意，他的卤肉饭可谓一绝，不敢说赚得盆满钵满，基本上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。今天把他的配方分享给大家，经过他本人同意，卤肉饭看似简单，做好却不容易，因为开店做生意和做给自己吃完全是两个概念，既要味道好，还要利润高，更要标准化。首先准备做卤肉饭的灵魂配料红葱酥。做红葱酥需要用到红葱头，今天准备了100克。这个东西沿海几个省份的朋友会比较熟悉，其他地方的朋友会感到非常的陌生。有趣的是，在西餐中它可是一味非常常见的调味品，因此国外是很容易买到的。我们先把它清洗一下。红葱头学名叫火葱，长得好像大蒜和洋葱的结合体，它的个头和大蒜很相似，但是颜色却和洋葱是一样的，里面的结构和洋葱也很像。它是属于百合亚目百合科葱族葱属洋葱族。简单的来说，和洋葱是亲兄弟，和大蒜是表兄弟。和洋葱一样，如果发现表皮有轻微损坏的，可以直接剥掉，并不影响内部的使用。洗净后改刀切成薄薄的片，大家尽量要切得均匀一点，这样后期炸的时候不至于出现有的炸糊了，有的还没有变色的情况。红葱头有一股非常特别的味道，比较接近它味道的就是黄洋葱。如果买不到红葱头，可以用黄洋葱代替。锅中加入200克的植物油，这里推荐用葵花籽油、玉米油等这些本身味道比较淡的油。油温升到5成左右，大约140度。放一个筷子进油里面，筷子周围会起小泡的时候，就把红葱头全部放进去，开小火慢慢的炸，炸干它内部的水分，并把香味炸进油里面。炸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，不要追求速度而用大火，否则很容易将葱酥炸糊，导致它发黑发苦。熟练的话，可以前期不用管它，让它自己炸一会儿，等到它表面变得微微焦黄，就要立刻关火，用余温继续浸炸一会儿。没多久，它就会全部变色，变得金黄焦脆。用漏勺把它倒出来沥油，这就是炸出来的红葱油，用来炒饭、煮面、煮馄饨、炒菜都特别香。冷却后的红葱酥，我们把它改小一点，方便后期炖煮的时候彻底的煮化掉。接下来准备500克3肥7瘦的五花肉，先把猪毛烧一下，既可以烧干净猪毛，还能同时去除毛囊里面的腥臭味。没有喷火枪的朋友，可以把铁锅烧热，猪皮朝下烫一烫，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。处理完成后，用刀把表皮焦糊的地方刮干净，再用清水清洗干净。准备一大锅清水，五花肉冷水下锅，朝锅中加入一些大葱段，加入几片姜片，再加入1大勺料酒，开小火慢慢煮沸。有人就要问了，为什么没有加入猪皮，用来产生胶质，从而增加粘性，让卤肉饭吃的时候有连嘴巴的感觉？这当然是有原因了。实际开店中，我师弟会直接使用猪皮冻，平时有空了做好20斤，切成小块，冷冻保存，随取随用，省时省力，特别方便，还可以控制卤肉饭的粘度，熬卤肉的时候也不易糊底。一般秋冬2季卤肉饭冷得快，猪皮冻要少加，而春秋2季温度高，猪皮冻要多加。另外，如果顾客以外国人为主，猪皮冻可以不加。总之，具体情况具体对待，这属于经营技巧，一般人也不会告诉你。水开后，我们用勺子打去浮沫，再煮5分钟的时间，就可以用漏勺把五花肉都捞起来。捞出的五花肉，我们倒入温水里面，把它们清洗干净。这里特别强调，一定要用温水。刚出锅的五花肉还是很烫的，如果用冷水清洗，五花肉就会因为剧烈的温差变化，从而急剧的收缩，导致肉质发紧，吃起来就会口感发柴。清洗完成后，把五花肉倒出来沥水备用。下一步开始切肉。我们要把五花肉切成1厘米厚的小肉条，全部切好后放入一个盘子里面，让它自然晾干，这样炒的时候就不易溅油。再准备15克的干香菇，放入一个大碗里面，加入适量清水，先不要清洗，浸泡10分钟的时间，让香菇的表面绽开。干香菇表面有很多褶皱，藏着很多脏东西，一定要泡开后才方便清洗。10分钟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香菇清洗干净了，然后重新加入清水，浸泡1个小时的时间。泡发好后，用漏勺过滤一下，香菇水一会还要使用。香菇则改刀切成小丁，体积要比五花肉丁小，这样才能做到主次分明，突出卤肉。当然了，这个香菇也不是必加的，主要看当地消费者的习惯。锅中加入一点炸好的葱油，不用太多，准备20克即可，主要起到一个润锅的作用。油热后，倒入全部的五花肉丁，
开中小火煸炒。我们要把五花肉炒干炒香，炒出内部的水汽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控制好火候，不要开大火，以免五花肉表面变焦，从而很难煸出内部的油脂。等到五花肉表面微微焦黄，体积缩小1/3的时候，就可以关火了。我们会发现锅里的油反而变多了，把大部分的油都倒出来。这样做就是卤肉饭肥而不腻的关键。下一步，我们加入20克的红葱酥，再加入20克的大蒜末，继续开小火爆香。这里有个关键点，大蒜末炒糊就会明显发苦，所以要盯着蒜末，只要它一变色，就要加入1大勺米酒，激发出香味，并挥发带走腥味。米酒本身是有甜味的，没有米酒可以用黄酒代替。我们把香菇丁倒进来，就可以加开水了。如果是开店的话，应该加入滚烫的骨头高汤，味道才会更佳。不管是高汤还是水，都必须是滚烫的。还是那个原因，加冷水会让肉质变柴。一个餐饮小店不可能只有一个单品，除了卤肉饭之外，还会附带有例汤以及其他菜品。有的店铺还会有汤面和馄饨，所以大多时候高汤都是必备的。煮沸后再加入香菇水，这样不会引起温度剧烈变化。接着加入2-3两的特级生抽，大约25克，加入1大勺的五香粉，大约8克。如果海外买不到五香粉，可以按我屏幕上这个配方准备。这些香料国外都有，老外喜欢用这些东西做甜品，而我们喜欢用来炖肉。接着加入点胡椒粉，大约3克。这个如果喜欢可以多加，加入1块黄冰糖，大约10克，不喜欢的可以不加。下一步加入我们这个卤肉饭的秘方了，1块红腐乳，用来上色和增味。红腐乳又叫蓝乳、红番，因为红腐乳是加红曲米制作的，所以有很好的上色效果。再加入1勺老抽，补充一点颜色。盐就暂时不加了，生抽和腐乳都含盐，等后期再根据个人口味进行补充。接下来我们把五花肉连同汤汁倒进一个砂锅里面，砂锅通体浑后，导热慢，升温均匀，不易糊底。汤汁煮沸后，改成最小火，盖上盖子，焖煮1个小时的时间。等待的时间，我们蒸几个鸡蛋，蒸好后放入冷水中剥去外壳，煮到40分钟的时候，我们把鸡蛋放进去。此时您可以尝一下味道，根据个人口味补充一点盐，补充一点老抽，再焖煮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关火了。如果要加肉皮冻，也就是这个时间，每个人口感不一样，焖煮的时间可以自我调节。正所谓3分卤7分泡，想要入味，关键在于泡，不要打开盖子，就这样浸泡最少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建议泡2个小时。如果冬天做，中途冷却的太快，可以加热一次。经过浸泡的卤肉，色香味都会达到最佳的状态，这就是卤肉饭好吃的关键。准备一个大盘，倒扣放入1碗米饭，加入了1点青菜、1个西兰花以及1个切开的卤蛋，把卤肉淋在米饭的旁边，再浇上一点汤汁。在米饭上撒上一点黑芝麻，点缀一下，一份美味的卤肉饭就完成了。卤肉软烂入味，香浓可口，搭配一份例汤，卖15美元一份，您觉得贵吗？想要海外开店的朋友，还不赶紧去试一试吧？留言区有详细的配方表，方便您截图保存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我们下期见。